前几天跟朋友聊到，美国联准会在9月降息的几率接近100%，看来降息1到2码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那么现在是不是购买长天期债券的好时机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目前各方对于联准会降息的预期。从这个图表你可以看到，目前联准会的利率是5.25%到5.5% 之间。你可以看到，在9月18的会议里面，降息1码的预期，也就是利率区间来到5到5.2% 的几率是51%，但是降息2码的几率是49%。这代表9月不是降1码，应该就是降2码。9月之后还有2次会议，分别是11月跟12月，2次会议都有可能在各降息1码，让2023年底的利率区间来到4.25%到4.5% 之间，也就是说比目前的利率区间要降了1个百分点。至于明年的预期有点太远了，但基本上也是每次会议或每2次会议就降息1码。放眼2025年，几乎就是一路的降息循环。从现在算起，接下来的1年当中，降息的幅度有可能到达2%。我们就先记得2%这个数字。我们都知道，债券的价格跟利率是成反向的关系的，也就是说，利率调降的话，债券的价格就会往上。我们也特别提过 duration 的概念，如果 duration 是5年的话，代表利率调降1个百分点，债券的价格就会上涨大约5%。反之亦然，如果利率调升1个百分点，价格可能就下跌5%。我们来看看几个常见的美国公债。美国中期公债 duration 目前大概是5年，我在投资的 BND duration 是6年，长期公债 duration 大约是13.7年。那么，如果如刚刚所说的，接下来1年当中，美国利率有可能降2个%的话，2乘以13.7就是27.4，这是不是代表长天期的债券在接下来1年当中有可能会上涨27% 以上呢？如果这不是送分题，那什么才叫送分题？还不赶快给它买爆呢？且慢！如果你现在想要抢进债券去赚价差的话，我在这里提供4个潜在的风险供你参考，特别是对于台湾的投资人，以下4个风险显示了为什么我不建议在这个时候去抢进债券，想要赚资本利得。第一个，利率调降对价格的影响可能已经 price in 了，也就是说，目前的价格早就已经反映了联准会在9月甚至明年会一路向下降息的一个预期了。大家普遍都预期联准会在9月降息，这件事情你知我知，独眼龙也知，这个预期很可能已经反映在目前的价格里面了。你可以看到 BND 的价格在过去1个月，特别是1个星期前，美国非农就业数据跟失业率刚出炉的时候，那时大家对于美国经济是否会衰退讨论得非常热烈，股票市场大跌。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台股创下了历史最大的跌幅跟跌点，而 BND 这是美国债券的代表，它的价格也来到了近期的新高，1个月就上涨了2到3%，这代表投资人预期到经济衰退的可能，还有联准会在9月可能不止降息1码的可能，因此债券的价格上面就已经先行反应了。这显示了市场其实是非常有效率的，所有已知的资讯都已经迅速反映到价格上面，无论是股票还是债券。所以，想要借由联准会即将降息这件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来因此而获利的话，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第二个，影响长天期债券价格的因素，并不单单只有利率而已。事实上，利率对于短期债券的影响比较大，对于长天期债券的影响其实比较小的。影响长天期债券价格的因素，除了利率之外，景气跟通膨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就以通膨为例，现在虽然比起2022年初那时候接近10%的通膨要低了不少，现在通膨应该在3% 左右，但是要回到过去2% 以下，仍然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所以，联准会利率如果想要降到以前接近于0的程度，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这也显示了债券价格想要回到过去的高点有其难度。通膨除了是影响利率的重要因素之外，它还会侵蚀债券的实际收益率，因为你买了债券之后，每半年会领到一个固定的利息。如果通膨高涨的话，你到手的利息就会相对的缩水，所以通膨是债券的头号杀手，会导致债券的价格下跌。那么，你觉得未来10年的通货膨胀率会跟10年前那种接近于0通膨比较像呢，还是会跟2022年初甚至1970年代那种高通膨比较像呢？这很大程度影响了债券的价格走势。再来是景气跟债券价格的关系。当经济景气变好的时候，投资人的风险偏好会提高，可能会提高购买股票的意愿，减低去购买债券的意愿，导致债券的价格下跌。反之，当景气变差的时候，投资人的风险偏好会因此而降低，可能会增加购买债券的意愿，而让债券的价格因此而上升。所以，你觉得接下来1-2年内
美国的经济景气是会往上还是往下呢？这也会影响到债券的价格。总之，利率不是唯一的因素，甚至对长天期的债券来说，影响的程度可能还要比通膨还要来得小一些。如果你纯粹按照了即将降息的预期去买债券的话，很有可能会因为捡了芝麻而掉了西瓜。第三个是债券的供需问题相当难解。美国债券其实就是美国政府开出的借据，跟投资人、机构或是各国政府去借钱，也就是债券的供给方。而美国政府在花钱这方面完全不手软。根据数据，直到2034年，美国政府都会处于严重的财务赤字当中，而赤字占到美国 GDP 将近6% 以上。这就意味着，在未来10几年的时间里面，美国政府都需要大量的举债，债券的供给量会非常的大。至于需求问题，除了刚刚提到的投资人、机构还有各国政府之外，顺带一提，这些买家会不会继续买进还不清楚呢，因为中国政府一直宣称他们要抛售美债。如果中国真的抛售美债的话，对于美债的价格影响绝对是一记重锤。不过，美国债券还有一个隐形的强力买家，就是美国联准会。过去的债券价格上涨，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美国的 QE 政策。从2008年开始量化宽松，2020年甚至开启了无限 QE。如果接下来没有 QE， 甚至是 QT， 也就是量化紧缩的话，联准会会反手在市场上卖债券，把现金给收回来。那么这些债券还涨得动吗？所以在供给持续增加，而需求可能会减少的情况之下，债券的价格不见得会随着利率降息而上涨。最后是新台币的汇率影响。2022年美国开始暴力升息，但是台湾并没有跟进，这导致了美国上涨，新台币因此而贬值。之前还差一点就贬破1美元兑33台币的关卡。而接下来美国如果开始降息了，台湾会跟上吗？目前央行表态是不见得要跟上，因为之前升息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完全跟上，现在就没有理由跟着一起去降息了。所以接下来很有可能会出现美元贬值，但是新台币却增值的状况。也就是说，你现在为了买美国债券，把新台币换成美元，然后去投资美国债券，这中间就隐含了汇率的风险。假设你的美国债券部位真的因为美国降息而获利了，这时候你想要把它给卖掉，换成美元，再从美元换成台币的话，到时候新台币可能会升值到30元左右。举个例子来说，你在现在接近33元用台币去买了美元，到了30元左右又把美元换成新台币，汇率的损失有可能高达10%。你在债券市场里面赚到了价差，换回台币之后又会因为汇率而打折了。这就是大家常说的赚了利息却赔了汇差。综合以上4点，就算接下来美国开启了降息循环，购买长天期债券也不保证是一个送分题。除此之外，万一美国经济没有如预期的进入硬着陆或是衰退的话，反而是软着陆或者一路向上，结果债券价格没有如你预期的上涨，反而是股票的价格狂飙。就像是今年初的 AI 个股带动了股价上涨，你把资金都放到债券里面，反而损失了投资到股票市场里面的机会成本，这可能才是最大的损失。说完了这么多美国公债的可能风险，我并不是反对投资人去买美国的公债，只是单纯的觉得这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送分题，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有的东西背后可能都已经标好价格了。如果你不是因为降息的循环预期，想要在这时候去买进债券赚取资本利得的话，那么美国公债其实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投资标的。它的优点主要有2点，第一个是安全性，美国公债是由美国政府发行的，它几乎不会有违约的风险，所以安全性非常的高。第二个，它的收益稳定，美国公债可以提供稳定的利息收入，特别适合追求稳定收益的投资者。所以债券，特别是美国的中期公债，是资产配置里面相当重要的一环，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投资者，或者是不喜欢风险的投资人，债券都可以起到保护你资产的作用。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如果你觉得今天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分享给更多的人。我们下支影片见。